好，回到節目現場來看哦，《南華早報》有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的浙江大學還有北京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他們11月初呢，在中國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這個期刊上呢，發表了一個研究，是探討如何來壓制星鏈這樣的低軌衛星的通訊系統在台灣的運作。那研究指出呢，由於星鏈採取大量低軌衛星跳頻啊、自適應這類的通訊技術，地面干擾的方式呢，其實效果不太好，所以他們經過一個模擬計算呢。解放軍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擾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個小型且同步的無人機干擾器飛到這個台灣的上空，然後形成一個電子屏障，就可以干擾到星鏈的連線。那從空中手段來斷你的網路，甚至還有海底手段，我們待會來講。那面對這種切斷你通訊的戰法，那我們又知道無人機產業現在中國幾乎就是全球的一個領頭羊，所以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們現在台灣國軍建制的武器，有辦法反對嗎？有辦法破解嗎？張教授，我認為這一個它就是電磁干擾，我認為就是講一般的話就是蓋台，那拿無人機來實施來蓋台的這方面的載具，我認為這是單一性的干擾，但是中國大陸在用兵這一方面，它是複合性的干擾，它不見得會用光這個無人機，說這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這樣子，然後橫蓋到全台灣，我認為它只是一個這個是個分布式的干擾，那打仗的時候它會怎麼樣？它會不要做廣域式，全台給你干擾。我重點是有首要區、有次要區，還有一個開放區。開放區我干擾，中央山脈你干擾什麼？那沒有人又沒有武器又沒裝備這樣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擾了。算一算之後精簡的，因為我們知道台灣2/3是丘陵山脈，1/3是平地，而且重軍集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干擾。這是第一個的位置。對，所以我認為它將來的時候，就是由全面的壓制會走向局部的壓制或重點的壓制，是走這方面。第二個，我们來看到它的這種複合式的干擾什麼？它用軟殺跟硬殺同步實施。這個無人機干擾是軟殺，對，是。那硬殺直接轟炸、直接摧毀、直接爆破，攻擊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對地的巡弋飛彈就把你幹掉，就是這樣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幹掉，這是比較簡單的，就是把你就是硬殺，直接破壞了，我才不要去干擾你呢。所以我們講到這一個有軟殺跟硬殺雙殺兼施，我們在戰場上會用，它不會說只用一個我光用無人機干擾你就好了，我幹嘛不用軟硬殺雙殺呢？一定會。所以戰場指揮官一定會有盡諸般手段、諸般裝備跟工具摧毀，就是這樣。第三個，我們知道它還混合所使用的叫電磁脈衝彈跟石墨炸彈。電磁脈衝彈是衝擊波，你的裝備都報銷。我電磁脈衝彈啊。第二個，我石墨炸彈，石墨炸彈讓你做電子裝備，你只要開機，沒開機就算了，開機通通給你短路，短路就不能用啦，燒掉了嘛。所以電磁脈衝彈跟石墨炸彈，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它也達到了一個相當的一個水準。是。那今天打仗，我幹嘛要光用無人機專門干擾你的星鏈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機，它不會只用單一式的干擾、複合式的干擾、重點式的干擾，還有多重手段的干擾，它會走這個路線。所以我們來看它算它拿這個來算的話，我認為只是一個純學術。對，學術我就是要單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單純化，就拿講這個來講，那是這個樣子，那是單一，這是單一是學術性，但是真正在戰場上，我剛剛講的是複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國大陸學術是單一性，戰場使用絕對是複合性。我剛剛所講的這些手段，它會通盤的綜合運用來達到它掌握制電磁權的這方面的這個戰術目標。有制電磁權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擾掉，就是我們講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個衰退，所以在戰場上所能夠發揮的這種戰力跟效果就相對的受限。所以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我想他現在會從科研跟實用交相並進。是。好，另外一方面還有美國的智庫呢，他們現在也做出警告說，2024年中國訂購了100萬架的小型單向攻擊無人機，交付的日期已經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國反制無人機的技術支持啊，雖然達到了74億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這種成本高昂的動能武器來做應對，你單次的發射成本就遠高於摧毀無人機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個不對稱作戰的一個僵局裡面。美國的印太司令帕帕羅他甚至說要把台灣海峽變成無人機地獄的戰法，但是解放軍的無人機現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們剛剛說大量採購這種單向攻擊無人機之外，他們的北方工業公司還推出了一套彈幕系統，說是可以透過密集的這個彈片牆呢，可以同時摧毀整群的無人機，所以一手有攻，
一手有方。現在中國大陸解放軍在無人機的領域上，將軍覺得是不是美國都望塵莫及？我先講一下這個星鏈衛星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們台灣？如果說我們的這種海底電纜都斷掉以後，那首先我們要知道，如果海底電纜斷掉以後，對我們台灣的影響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馬祖的海底電纜曾經因為漁船被拖斷過2次，那時候馬祖叫得很兇。為什麼？你幾乎所有東西都斷了。現在來講，一切都是要靠資訊傳輸跟網絡嘛。譬如說是你的這種金融方面就一定會受到影響，你光訂飯店也會受到影響幾乎全部都中斷。那個時候馬祖我們就看得出来這個傷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灣有幾條國際的海底電纜上岸的路線，其實只有4個地方，包括到這個宜蘭的頭城、淡水、八里，還有屏東的枋山這4個點。所以我們對這4個點是非常敏感的。那當然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如果大陸對我們實施這個灰色地帶作戰來講的話，將這海底電纜切斷來講的話，那我們當然希望有星鏈衛星，像烏克蘭一樣。沒錯。可是星鏈衛星它的傳輸速度絕對沒有海底電纜來得快。那依據這個科學上面的數據來講，它可能星鏈衛星能夠傳輸的只是海底電纜的，可能只有它的這種海底電纜是星鏈衛星大概是數千倍到10萬倍所以如果說這個你要靠星鏈衛星，大概只能說軍事上面的傳輸，民間的金融啊，或者是旅遊啦，或通訊來講的話，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給軍方來用。但是這個星鏈如果說要的話，我們評估過在台灣整個上空來講的話，你要部署將近1000到2000顆這個星鏈衛星。那試問一下，美國這個馬斯克願不願意？它是商用衛星嘛？那我們台灣可不可以租到這麼多，在部署在台灣上空？這是第一個問題，我們要面對的那第二個來講的話，事實上這個衛星是會受到干擾的。如果說大陸來講用這個無人機我剛剛講的這個如果星鏈大概要50顆衛星那如果用無人機來講台灣面積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無人機如果說屏蔽你的範圍將近30平方公里來講的話，它預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無人機就將你的星鏈衛星全部屏蔽掉。到時候我們台灣面臨一個就是這個完全通訊的中斷，打仗靠指揮，指揮靠通訊。當你的这種電子的數據的傳輸全部中斷，我們的戰場管理系統將淪為這個廢鐵一般，完全沒有作用。這是我們所要面對的如果那大陸有沒有這個能力發展到1000到2000架的這種屏蔽式的無人機？我覺得以它現在的狀況來講的話，是輕而易舉。這是第二個。第二個來講，我們講說它發展這個彈幕系統，就是打無人機的了這個各位可能沒有經驗，我是有經驗，打過對空射擊。我們那時候對空射擊打一個氣球這個你對氣球來講的話，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難打。為什麼？因為子彈打出去是有拋物線的，你明明瞄的是一個直線，可是子彈飛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個拋物線，所以說你沒辦法算準那個拋物線，剛好打到某一個高度，然後它往下掉的時候剛好打到你氣球，所以是非常難打的。那我想說，當過兵的都知道這個你要打一架這個飛機來講的話，就算慢速飛機或無人機，我們一定要設前置量然後要全排全部一起射擊採取對空射擊，在飛機的前面前置量舉3個或4個前置量來打成一個彈幕，那不是用子彈去打飛機，是用讓飛機來撞你的彈幕，所以它這個所謂的這種彈幕系統就是依據這個理念。那在一架機動式的，它是用機動的，那就很厲害了，因為它可以隨伴，不管是你的戰車部隊或步兵部隊，可以隨伴擔任野戰防空的任務，然後用8×8的輪車然後帶着這個上面來講的話，可以說是這種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當發現無人機的時候，它可以打出一個彈幕。那如果說射程可以到這個，我們一般來講。這個步機槍彈可以射程大概短則大概3000公尺左右那形成一個彈幕。當然這個彈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無人機。如果說是碰到蜂群式的這種無人機攻擊來講的話，它可以打一片的無人機所以說他們稱之為金屬彈幕這個也是解放軍新式對無人機的防範。當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軟殺的，軟殺就是什麼？就譬如說電磁干擾啦這個或者是說這個用電磁干擾將你干擾掉。所以你會看到在俄烏戰場上面對無人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比如說我們看到它用漁網讓你飛機沒辦法撞進來。那第二個來講，我們也看到俄羅斯現在無人機變成
這個用纖維光纖式的，就是它就不受干擾了。因為我有條線控制它，你這所有電波對它干擾不到。也看到過更奇葩的戰車，我想大家都看到，那個戰車裝的跟烏龜一樣哦，跟甚至於現在更新款的跟刺蝟一樣，主要目的都是在防無人機。那解放軍現在來講，如果說他用這種彈幕系統來打無人機，確實可以跟着部隊一起機動。那對這種隨伴在不管是戰車部隊或者是步兵的狀況來講的話，可以提供這個地面部隊很好的一個防無人機的一個防護的裝置。好，面對解放軍這樣低成本，然後大量密集，可能是自殺機，可能是這種遮蔽機，各式各樣的這種戰術跟打法。那台灣領導人賴清德總統呢，11月26號的時候就表示，中國以2027年完全武統台灣為目標，要加強國防自主，預計未來8年要投入這個1兆2500億的經費，打造台灣之盾。但是看起來台灣之盾標榜的高科技跟精準打擊，都是來針對一些高價值的目標。對像無人機這種可以放棄，就是打你一個自殺式的不對稱打法，楊老師覺得是對症下藥，還是有點搞錯方向？我先講啊，在賴清德總統的談話以及文字當中，他真的至少在文字上面，同時他也是這麼講，說中國大陸現在是以2027年達成武統目標。那你搞個計劃拖到2033年什麼用？如果你是要面對2027年的武統目標，你提出一個8年的計劃，1.25兆，我觉得這怎麼對怎麼呢？好吧，就先把這個東西當做他的口誤好了。那8年分7年的這個預算，一年大概1800億。其實隔一天，行政院就提出來的那個就是特別計劃的草案，裡面有7項他要採購的重點項目，我念給大家聽。第一個，精準火炮，你要打嘛？對。第二個，精遠打擊飛彈，啊，這是飛彈的。第三個，無人載具和反制系統，也就是反無人機的這個系統。第四個，防空反飛彈、反裝甲飛彈，啊，這基本上也是飛彈體系。第五個，進入到 AI 的輔助指揮、管制、通訊、資訊、網絡情報、監視及偵查，這個叫 C5ISR， 哦，這軍方的整個就是管控系統。第六，強化作戰持續能量相關的裝備及其他的裝備。第七，台美共同研發及採購合作之裝備及系統。我覺得有3個東西哈，這個所謂台灣之盾面臨到很大的質疑，一個是已經發生，那一個是可能真實面對，一個是所謂的這個盾跟穹，就是來自於以色列的鐵穹系統，它是有愛國者飛彈，它自己本身的飛彈一層一層高空，然後呢到這個低空，哦的這個防禦系統。可是你看，它跟距離1000公里之遠的伊朗，在今年的相互的射擊飛彈跟就是無人機，結果後來這個鐵穹破功了，因為很多城市也都被打到了，對，然後呢飛彈也不夠了，一波一波的打來，結果美國就川普，所以為什麼去打伊朗的核設施？他現在救以色列，就表示鐵穹也窮了。那現在川普也就學習到他要精穹，哦，精穹就是反飛彈國家反飛彈體系。那現在碰到什麼呢？這個預算、技術、人才，哦，那能不能做到？而且到時候一定是更貴。那即使做到也打折。那各位不要忘記哦，它這2個，一個鐵穹，一個精穹，都是面對比較遙遠，至少1000公里以外。那美國當然就是更遙遠，在两洋以外的這些中程、長程飛彈。可是呢，台海你距離多少？180公里平均。那如果說你把那個剛才我把它講的這個7項1.25兆都弄好了，就可以打火炮。它火炮的覆蓋可以到400公里，到台灣的東海岸再過去。它火炮的這個彈道非常的低，你怎麼去攔截？有沒有用？應該沒有210%的這個比率吧？哦，某位將軍講的。所以這個不是只有面臨飛彈防禦啊，它火炮給你來的話，那你所有的這些
打擊飛彈、精準炮火等等之類，是不是都有什麼用呢？我覺得其實這個都要大家思考啊，都沒有人在做仔細的這個討論。所以我們面對就是不管是2027還是之後兩岸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武裝武力統一的這個作為，可能會有哪一些面對的這個項目，大家有沒有真正的去面對到軍事上、戰略上，以及還是不是有政治戰略上可以去讓兩岸交流、溝通，甚至和解的呢？是，這都要考量的。沒錯。好，稍後的節目呢，我們還有美國繳獲南非人權議題，會把歐盟稀土戰的策略給搞砸嗎？還有中國大陸現在掀起了黄金熱，可不是有老百姓要賺價差投資啊？後面有更積極備戰的開戰訊號嗎？我們待會回來告訴你。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